天都晚上了，要开化了，感觉现在东北家庭都在干一个事儿，就是想着把阳台上冻货吃了。这些箱子这礼拜必须全干掉，要我妈又该琢磨买冰柜了。我爸头两天挖了个1米多的雪窖，但他整这玩意儿太严谨了，他怕有耗子，就在上面浇了2层冰，这开采难度太大了，赶他妈挖矿了。我就这么打个比方吧，要是天一直冷，他这玩意儿不比保险柜差。焦带鱼一冬天都没人愿意收拾它，开春了实在躲过去了，让我脖肚分离了，鱼头剁椒蒸了，脖子以下铁锅炖了。这排骨因为花纹好看，我妈一直没舍得吃，结果冻风干了，再不吃就得喂狗了。还做了寿喜烧和固蛇块，正好借着他俩把冰箱里剩青菜打发了。完今天给去年种的瓜子炒了，我再炒就觉得腿肚灌风，我寻思我怎么熏成这样了，完一看是裤子烧漏了，这事儿整他妈锅没10几回，裤子烧坏俩了。来吧，吃香烟了，顾鹅、煎皮、汁虾、排笋、叉肉、德鱼、剁头、烤鱼、瘦烧，看没看着？这个最有心眼，在那盘上坐哪最合适呢？那叫一个肥沃的土地不长草，聪明的脑袋它不长毛啊！我们今天买了一箱橘子，砂糖橘应该是明年见了，现在又开始炫爬不干了，然后把灌那些干肠都塑封了。我本来寻思剩挺多呢，我这一拆箱看没剩多少啊，赶紧先抓了一袋，把之前中奖那个姐们的给寄走了。10天之前还是这么一大盆呢，现在就剩下这么一点了。但我估计这10来斤也够吃到夏天的了。那人不就这样吗？多的时候使劲吃，越剩少了开始越不舍得吃了，放到最后全他妈坏了。我最近特别想吃夜市卖的铁板大鱿鱼，但是每次我去吃都需要排很长的队，所以我干脆买了400斤鱿鱼回来。我打算做点铁板鱿鱼的半成品，这样以后想吃别说排队，我连门都不用出。但是做之前我真没想到，一个这么常见的吃的收拾起来居然这么繁琐。我们需要先撕掉鱿鱼板的这层膜，然后分开哪些是能吃的，哪些是不能吃的部位，还要再把吸盘上的软壳撸掉。关键收拾这玩意儿不能着急，因为它眼睛会爆汁儿，这里的墨汁要是喷到身上，那着实是不太好洗。就这玩意儿啊，极容易洗着洗着就给自己洗成限定皮肤了，整不好可能还是个永久款。然后把它们逐项分解好，就可以准备穿串了。这鱿鱼串是我长这么大穿过的最难穿的肉串，因为它这身板特别吃劲儿，我们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穿透它，而且要稍微不注意就会像我似的，左手扶签子那几根手指头扎得跟筛子一样。然后以我多年的消费经验来看，这铁板鱿鱼最重要的就是小料和酱料了，所以我们先含泪切了60个洋葱，又花高价买了个专业的商用版配方。我算是发现了，就我们现在做饭这个架势，别说配方了，连调料都得是商用的。就现在家里做饭用的最小的一瓶蚝油啊，那都是5斤装的。等干完这些活儿，我们也终于能消停吃点东西了。这一桌子都是我在抖音商城618好物节上买的，最近他们各种新奇好物，折扣力度大到离谱，好多大牌价格直接拦腰斩。点评论区或者左滑进商城，全场满150减25，满减再叠券，还能满300再减80，真的特别划算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后为了能100%还原夜市的味道，我还买了个夜市同款的大铁板。我们甚至还专门去学了一下烤鱿鱼的手法。现在无论是设备还是手法，距离我们能真正出去摆个摊儿啊，就差一辆能说跑就跑的电动3轮车了。这些鱿鱼我们烤的时候，先是借了洋葱香菜的底味，又放了好多干料，重点是刷了特别足的酱。现在每一串鱿鱼都裹满了酱料，真的巨好吃。而且因为没用减发鱿鱼，烤完之后还会吃到特别大的鲜味。这么做下来，这鱿鱼板的成本是19.5块一串。然后打包的时候，我们是分开打的包，这脖子和嘴就可以留作开袋计时的小零食了。这种整个的鱿鱼板回家只需要用空气炸锅热3分钟，就再也不用去夜市排队了。最后我们留了几串须子单独放铁板上炒了，然后还煎了几个流心蛋。这在一个10几度的夏夜，能吹着凉风吃上这么一碗刚出锅的铁板鱿鱼盖饭，我的天！我当时就一个感觉，我感觉我这辈子值了。我妈和我爸在家吵吵了，我妈做的菜我爸老挑毛病，我爸买的菜我妈也看不上，完了他俩早晨6点钟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家评评理。真的我真服了，我他妈头一次看着2口打仗不让孩子睡觉的。他俩为啥吃不到一起去呢？我妈吧，因为她老追那个韩剧，所以她就馋韩餐。我就可着家里有的菜我对付出来这几样。我爸就愿意看着叮咣打仗的，完他就馋肉，我就给这个硬汉做了一锅手抓饭。这回我整明白了，折腾我回来的不是我爸我妈，是他妈这2个电视。
翻了翻冰柜的存货，翻出几个发好的海参让我烧了，还有一个缺老大的鲽鱼头让我浇了。等我买了只螃蟹回来，我先来个大点的蟹堡。我弟说还是大块的香啊，但怎么从来没在饭店吃着过呢？你说这不废话吗？这在饭店得卖好几千，他妈多大脑子能去吃它去啊？反狗弟今天有点贡献，他带了几瓶女生爱喝的如熏果酒，这个酒原果汁含量大于等于75%啊，而且也没有什么色素、香精、添加剂啥的。这玩意儿喝着跟果汁似的，但还有点微醺的那个感觉。我妈喝好了，让我弟再买点。咱们看看我这个狗弟啊，一说再买点，装喝醉呢，真的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辣汤、干饺、黑桃、酒油。大蟹堡、韩饭、玉酪、葱参，还有手饭。我寻思着这一桌子想吃的想喝的都有了，我能消停睡个觉了吧？但是他俩又对明天吃啥产生了争论，我们服了。我整不明白他俩到底是真的还是演的。我现在就能整明白一个事儿，就是儿子算是让这两口玩明白了，算是。哎呦啊，这汆锅底儿也没有酸菜呀！天冷了，我爸张罗汆锅底儿。早上他安排我去买海鲜，他买酸菜。我说咱俩一起去买海鲜呗。他说不行，买酸菜重要，买不好容易臭了。哎呀，他那点养老金都要捂出蛆来了。我就纳闷，我一个独生子，他怎么想不明白呢？还是我妈实在，我买东西回来发现她给我找个这么大盆，我说我也不是上货去了，至于吗？但这个盆我真相中了，我老了洗澡肯定能用上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东北的海鲜汆锅底了解一下。我实在没想到这大铁锅居然有小的那一天。这只没挤进去的让我们包饺子了，这只一直在锅里煮着，主要是给酸菜借借味儿。这只是我姑，大伙都在那吃虾呢，她干一盆虾片。好在我弟没随他呀，上来就问我今天是不是手把虾。这家伙3口1只虾，吃得自己直上头，完了又干一瓶外星人电解质水。这玩意儿零糖零卡不怕胖，还能快速补充水分和电解质。你说吃着海鲜喝着外星人，1斤称不长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我们家这些活爹呀，说愿意吃饺子，全回屋包饺子去了。时间过得飞快呀，他们再出来天都黑了。这外面又黑又冷，我说今天到这吧，这给我二哥急的呀，说别的呀，生蚝还没下呢。你说他包2个小时饺子，他不惦记，他惦记外面那点生蚝。这帮夜猫子越吃越饿呀，这羊肉馅和螃蟹馅都汆成丸子了，这盘白肉也全下来了，就连这痛风的饺子汤都呼呼喝呀。我说这不是向往的生活吗？我爸问我啥意思，我说就一堆城里人跑山里冻得嘶哈的，还整挺快乐那出的意思。